嗨，我会透过这支影片跟大家讲解我是怎么规划印度的行程，还有行前准备，甚至一些心理建设。最后呢，我会分享一些基础的印地语教学，让你在旅行的时候比较不会容易被骗，而且还会交到朋友哦。第一个问题呢，就是我为什么会想去印度？印度对于我来说是一个最快到达另外一个星球的地方。然后还有，我有非常多的代办清单都在印度，比如说第一个是最有名的彩色 Holi 节。然后第二个呢是12年才一次的宗教大壶节，以及瑜伽是从印度起源的，所以我一直想要在印度拿到瑜伽教师的证照。以上这些代办清单都是让我觉得我不会来过一次印度，所以这次的印度之行呢，比较像是我的考察旅游，因为我觉得我以后一定还会再来。第二个呢是我会不会感到害怕？老实说，我非常的害怕。我会拍影片呢，一刚开始其实根本就没有想要拍频道，会拍其实是阴错阳差。我觉得拍影片可以当记录之外呢，我还想说，万一我如果遇到犯罪事件的话，我可以把它当证据。所以刚开始的起因其实是不是这么的正向 ？OK， 而且在到达之前呢，我看了非常多的负面新闻，比如说对女性不友善啊，骗子很多，然后容易拉肚子啊，其实有非常多的副标签。再加上我看游记的时候，大家的反应非常两极，喜欢的人就会再回去很多次，然后不喜欢的人就会骂到冲动。我觉得它有点像是螺蛳粉跟榴莲的那种喜好的差异，非常的误差的非常大。我觉得每一个人的体验都是独一无二的，所以我必须要走一趟，才能知道真正的体验是什么。然后第三个呢是女生旅行安不安全，我们要注意什么？有3点我觉得是必须要注意的。第一件事情就是尽量晚上不要单独出门。我自己是每次在行程结束之后呢，我都会回到饭店休息。第二个呢，就是要穿着保守低调的衣服，尤其是像很多清真寺，它其实会要求你就是把你的腿盖住，所以我觉得建议穿长袖长裤会是比较好的。夏天呢就选择轻薄的那种，我觉得尊重当地文化。其实不管是印度，其实泰国、缅甸他们的佛寺也会有这种规定。第3点呢，我觉得是，尤其是去热门的观光景点要提高警觉，尤其是像阿格拉、泰姬玛哈林，越多观光客的地方越乱，你可能会遇到的骗子的几率比较高。但我自己是没有遇到啦。第4个的话，身体有不舒服吗？要怎么克服？我自己没有发生身体不舒服的状况，但是呢，我有一个旅伴，他甚至是在住饭店吃他们提供的早餐的时候，他都会想要恶心呕吐。所以我觉得是非常看个人，像他呢，就是在那个旅行的途程中，他选择了非常多的原型食物，比如说像椰子啊、番茄这些。好，我建议如果比较敏感的人呢，可以自己准备一些从自己家乡带来的零食会比较好，比如说像高热量的，比如说坚果啊、花生啊这种东西，干粮类的，我觉得会比较好。好，有3点呢，我觉得是大家都可以一直注意的。第一个非常重要是不要喝生水，或是喝店家提供的白开水或是冰块，一定要买瓶装水。但是买瓶装水的话，也要注意一件事情，你要看它瓶装水那个盖子，它是不是有被开过。因为我听我的印度朋友说，有一些人他们会去捡那些用过的瓶装水的瓶子，然后再装水去卖出去。虽然我自己是没有遇到啦，不过大家还是注意一下。第2点呢，就是非常建议吃原型食物。比如说水果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，比如说像椰子我们这2个礼拜之内就吃了非常多次。椰子里面还会有果肉，你可以请店家剖开，然后把果肉咬出来给你吃。然后像我的旅伴呢，他吃了蛮多番茄的，还有苹果类的，所以如果看到原型食物的话，就非常安心。就是但是还是记得要洗过。第3个呢，我是觉得如果你还是想要体验当地的美食跟街头小吃的话，我非常强烈的建议你可以去观察那间餐厅，它有没有提供 AC。有提供 AC 的话，代表他们的食物我觉得品质是有的，所以可以去安心使用。第2件事情，如果想要吃街头小吃的话，你可以下载当地的美食的外送。通常外送平台提供的店家，它都是有经过考验的，所以可以放心的去点外送。第5个呢，我怎么规划这次的旅行？我在14天之内呢，我们走了9个城市。除了经典的那个金三角之外呢，我还加上了经典的4色城市，所以加起来总共差不多有9个城市左右，包括了世界遗产泰姬玛哈，还有和盛城、金色、粉色、白色城市。那我事前做功课的地方有哪些呢？除了 YouTube 以外，还有小红书、马蜂窝、背包客栈这些知名的旅游论坛，
还有另外值得一提的是，我觉得现在脸书社团其实他们的讨论风气也蛮盛的，也可以去看一下脸书的旅游社团。最后决定的路线是从先飞德里，然后再飞国内的飞机到瓦拉纳西、到阿格拉、斋普尔、到普什卡尔、到加沙梅尔、乌代普尔，再到孟买。所以其中呢，有我们经过了2段的国内飞机，还有1段火车跟4段巴士。第6个非常重要，就是行前做了哪些准备呢？第一个就是申请印度旅游签证，我申请的是30天的签证，是$25左右，差不多台币700块。然后去他的官网上面填的时候呢，要注意一些事情是，他们的系统没有设计的很友善，所以你记得要存档，因为他要填的东西非常非常多，有点像是调查身家一样，就是你是什么宗教信仰啊，你有没有刺青啊，然后你爸妈从哪里来，什么国家，然后你是什么职业，他通通都会。还有个按键是可以存档，记得先把它存起来，不然你会填非常非常多次，你会很阿杂。像我就填了5次吧。然后最后的最后呢，它还有一个关卡是你要付钱嘛。我大概也会换了3张信用卡。你有一些银行它不认印度，它可能把印度当作是一个比较高度危险的国家。我刷的是永丰的大户卡。那签证你建议要在2个礼拜前或是1个月前就申请好。那其实我现在申请的经验，它其实很快，差不多3到5天就会下来了。不过还是先提前申请好会比较好。然后第2个呢，千万要记得先事先订好国内的机票跟国内的火车票，就是光是那种长途的话，记得要先订好车票，先把各个城市之间的移动方式先确定下来，怕到时候如果没有票的话就很麻烦。不过呢，巴士票我们是没有先买的，当地买就可以了。还有记得一定要下载火车动态的 APP。然后至于在当下如果去搭火车的时候，其实也会有一些找不到月台，或是它火车站太大的状况，记得要去问当地人。第3个呢，是我不是一个人去，其实我还是有找我旅伴，我是在背包客栈上面发文的。最后呢，我集结了5个女生，加上我6个女生一起结伴去的。然后在当地呢，我们也有认识的印度人，所以基本上我们整个行程因为多人，然后又有当地人的关系，所以其实都还蛮顺利的。第4个呢，我有挂假医科去拿一些药，比如说预防疟疾的药，还有腹泻跟个人止痛药等等的。我觉得这个是必要的，所以可以去医院挂下假医科，也是必须2个礼拜前就先挂好会比较好。然后第5个呢，是要关注相关社团的消息。那我出发的那个时候刚好是疫情还没有完全解除的时候呢，所以当初一入境印度的时候需要 PCR。我那时候在台湾就是找那个2天内紧急会出来报告的，差不多花了2500块。不过现在应该是没有了，但是还是要确实的去他们的国家网站去确定说入境需要有什么规定。然后第6个呢是钱要怎么处理，建议就是换美金现钞，然后带到当地之后再换当地的卢比。所以其实你换钞其实都还蛮方便的，甚至在一些各个观光景点都可以找得到，只是要记得稍微比价一下。然后再来就是可以下载谷歌离线地图，虽然你出机场的时候它就会有卖 SIM 卡的地方，不过有时候它的讯号不够好，比如说像在火车上面的时候，你就可以靠着谷歌离线地图去判断你现在在哪里。然后第8个呢也是跟交通有关的，下载当地的 Uber， 然后还有当地的一个 Uber 的 App 叫做 Ola， 所以他们其实都还蛮好用。再来呢就是总共花费多少，我花费的部分呢，我是坐国泰航空，然后从香港转机，这样来跟回呢加起来是26000台币左右，然后加上住宿600到1000左右1天嘛，所以大概是8400，我把它列在这个表里面，总共差不多5万多左右。对，其实还可以更省啊，但是我觉得这个算是可以舒服的一种旅行的安排。其中有一些是必要的花费啊，比如说机票啊，然后那时候 PCR， 然后去看加一个花了2000多，国内移动方式火车和巴士加起来。再呢就是我最不喜欢的城市跟最喜欢哪个城市。其实我最不喜欢就是阿格拉，原因是因为那边观光客实在是太多了，非常人多混杂，相对的骗子呢或主动接近的陌生人就会非常非常多。但我觉得还是一个非常值得一看，只是去那边还是要注意一下。为什么我最喜欢加沙美尔？加沙美尔是一个金色的沙漠城市，它有着世界最大的古堡，整个城市都是金黄色的，因为它所有的建筑物都是同样的色调。它在印度大陆的西北部，它有非常非常浓郁的
异国风情。尤其是当你走在街道上的时候，你会看到非常非常多的手工民族艺品，是它那个邦叫做拉贾斯坦邦，所以你看到很多很漂亮的东西，我恨不得我再多带2个行李箱，把这些东西全部找回去。所以如果我还有机会的话，我还会想要再回来这个城市。还有一点呢，就是我好像一直都是在说印度的好，那有人问我说，那是不是有没有缺点可以让我知道？因为好像你一直在讲好的事情，我觉得其实还是有3个缺点啊。第一个是口音，虽然印度是一个英文非常发达的国家，但是他们的口音非常重，所以有时候你还是要猜说他在讲什么。但我觉得它不是一个什么真正的致命的缺点。然后第二个就是盘纳，很容易会变成冤大头，因为你一看你的脸是外国人的脸，他就会从高开始喊价。不过这件事情会发现在一些东南亚国家，比如泰国啊等等的也会发生。但是我觉得只要你表示友善，或是甚至你开始讲1、2句印地语的话，他们就变得超级友善，就会给你当地人的价钱。所以等一下可以看一下我怎么分享一些基础的印地语。再就是基础卫生，因为印度实在是太大了，所以有些发达的地方是 OK 的，然后有些地方就是比较落后。所以呢，在基础卫生条件底下呢，并不是所有的地方都可以提供好的资源。光是南印度跟北印度差异就非常大，尤其是水要比较注意，要自己多多的小心一点点。但整体来说，我觉得是利大于弊的，因为我是一个非常喜欢跳脱自己环境的人，是去一个落差越大的地方，我会越觉得好像自己真的活在这个世界上。然后我也发现呢，印度是一个非常非常有文化底蕴的地方。你可以看到路上还是有很多人穿着纱丽，然后他们的庙比我们土地更很多。我觉得已经算是有点像是民间信仰了，他们非常非常尊重自己本来的文化，但他们同时又有很新潮的事情，比如说 U-Bike 啊，到处街头都是怎么样手机付钱，人们非常非常非常的热天之主。也许呢，在经济发展的人均 GDP 后的，在相对的物质条件比别人落后，但是我觉得如果快乐指数也有 GDP 的话，我其实没有自信可以赢过他们。这就是为什么我喜欢印度的地方，他们不会被这个整个世界和这个社会，或是不管是资本主义好共产主义去做规范，因为他们自己很保有自己的灵魂。Number one， 第一个我想要分享的是谢谢，谢谢是 Dhanyavad。如果加 bahut 就是非常谢谢 bahut Dhanyavad。下一个简单的 Namaste 就是 Hello 你好的意思。Namaste。我和印度他们都说 Namaste， 都是你好的意思。But that is just, working only in the north part of India. 我现在只讲的全部都是北印度的他们惯用方式，南印度我如果去之后再跟大家分享。OK， 然后如果遇到骗子或是纠缠你的人的话，有2种方式。第一个比较温和的是讲奈，就是不要奈。然后像我之前直接我遇到实测状况的奈，然后他们就会马上走掉，他们不会继续缠着你。然后如果他还继续缠着你的话呢，你可以加强语气，就是 nahin， 这2个觉得都是很实用。再分享一个就是比较长的，就是 Don't lie me， 就不要骗我 Jut Madbulu， 不要骗我。如果你想要买东西 shopping 的时候，你发现他可能开高价，或是你想要杀价，你可以用开玩笑的方式说 Jut Madbulu。Yeah。我想要再学更高级一点的，你就说觉得不要之外，你就说我知道不要。我就说他会建议你说你要从哪里找谁啊，你就可以说 Mujhe pata hai， 就是我知道啦，滚的意思。Mujhe pata hai， jhut mat bolo。还有一个是非常非常实用的，说好跟 OK 的话是 acha。然后还有一个比较尊敬的好呢是 hanji， 这2个都是好的意思。hanji。就比如说我听我印度朋友讲电话，他就比如说在听另外一方在跟他讲解是什么事的时候，比如说跟饭店，然后他就一直会说 hanji。 What？ 就是嗨。hanji。如果你想去买水的话，水其实就 water 嘛，但如果你想要再 fancy 一点的话，你可以说 pani。
，big funny。Funny, funny. 然后再加一个吃的，有一个很经典的那个球，脆球，他们叫 pani puli。puli 是球的意思，pani 是水的意思，他们是在讲水球。然后我们翻译的时候，它是脆球。Pani puli。以上呢就是10个懒人包问答。不管你是在考虑往印度的路上，还是已经回来了，或者是永远可能不会去，我希望都可以从这个影片里面得到什么。拜拜。Say something. Say something, I'm giving you. नहीं सर चलेगा सर चलेगा सेक्टर 45 45 चाहिए